今天我想來聊一下比特幣的行情。为什麼正好在這個時點上做這件事情？主要也是因為在我的系統裡面看，最近比特幣已經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節點，所以我說比特幣面臨方向性抉擇。那為什麼？我們待會兒對着 K 線圖，我來把我的邏輯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在看圖之前，我先把我看盤的框架給大家簡要的介紹一下。雖然我自己實際上主要是用系統性交易的，大多數情況下我並不太主觀的去通過看盤來判斷行情來下單，但是大多數交易者其實還是依賴看盤的，所以我想把我看盘的思路給大家分享一下。當然了，K 線圖是千人有千種看法，沒有一個一致的結論，所以我的看法供大家參考，你可以把它與自己的看法印證一下，不足以直接作為你操盤的依據，所以先給大家聲明一下。那我的看盤的框架大體上包含這麼幾個主要的要素。首先第一個是圖表加指標，這是非常傳統的，我們技術分析裡面主要就是2大塊，圖表加指標，這是第一個原則。第二個原則是用多時間框架，也就是說我如果要做1分鐘 K 線，我不會只看1分鐘，做5分鐘不會只看5分鐘，所以要多时間框架相互驗證的逻輯，而且核心逻輯叫做看大做小。如果你做日線，那你看大趨勢的时候應該是看的周線，所以如果你做小时線，那你應該看4小时線，或者做4小时線你要看日線，至少你要往上看一個級別的行情，那這樣我們才能把大趨勢看準，在小趨勢上你就能夠做得更準，這是第二個原則。第三個原則就是在大趨勢上我們要區分趨勢與調整。你如果做趨勢行情你會做得比較順，做調整行情你就不能期望太高。所以我們現在到圖上我們就可以看一下，先看大趨勢，我剛才講了3個原則。看大趨勢我們可以看到，你看這是比特幣的周線圖，所以周線已經很大了。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我剛才講的3個原則，图表加指標。我這裡是上面是 K 線圖，下面用了 MACD， 你也可以用其他指標 RSI、KDJ， 你都可以根据你的習慣來。第二個就是要多时間框架，看大做小。所以我這裡首先從 K 線圖開始看，然後看日線4小時、1小時，那你再可以看分鐘線，那看你的需要，看你做多快多大的級別，是吧？第三就是要區分趨勢與調整。你看在這個圖上我們看得很清楚，從2022年的下半年開始，我們看到比特幣就是在上升通道裡面。這個上升通道裡面你會發現所有的上漲行情它都是很流暢的，所以如果你在這個行情裡面做多頭，你就比較容易賺錢。相反，所有的調整行情，你看往下的調整行情它都是比較糾結的，你做調整行情你就不容易賺錢。所以在上升趨勢裡你盡量做趨勢，你就做多頭。那你如果要做回撤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回撤你的期望就不能太高。你在2022年以前我們去看的也是一樣，你看我们在熊市裡面你發現你做空它賺錢就比較容易，行情比較流暢。你如果要做反彈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做反彈你不能期望太高，反彈的行情是不流暢的。所以我們在大周期裡面先把這個大行情的波浪把它看清楚，那你就知道怎麼做。所以這是剛才講的3個原則。那我說比特幣現在為什麼說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節點要做方向抉擇？我們如果我現在在周線圖上我來畫一個通道，看這一輪牛市的行情裡面，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比如說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特徵。你看下面這根線基本上是很準的，我們可以把這根線畫出来。再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個牛市裡面在周線上它是一個很標準的上升通道。 OK， 在這個上升通道裡面每一次你看到了這個下沿的地方它就往上走，說明還是牛市。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它正好觸及到這個下沿，所以前面這3個點3次觸碰，因為我們知道所謂的趨勢線裡面有一個規則，就是趨勢線被觸及的次數越多，它的支撐作用或者阻力的作用就越強。所以像這一條線它已經被3次觸及到了，其實它是有很強的支撐意義的。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升通道還沒有被破壞，我們還不能簡單的說它已經到熊市了。在目前95000多的這個價格裡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在這個關鍵點位上它往上反彈，如果回到區間內就說明市場還是處於一個調整狀態，還沒有正式進入到真正下降通道。在周線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點位，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關注這條線。如果這條線很明顯的突破了，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會是空頭行情，我們就要以做空為主。
那如果這條線反上去了，往中線的方向走，那你就說这还是在上升通道裡面，所以这個是關鍵點位，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但是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信號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看在這個點位跟這個點位，你看上面這個點位是創了新高的，創新高的情況下，你發現 MACD 是沒有創新高的，這個在技術指標上我們把它稱為背離。也就是說，如果這個行情在頂部背離的情況下，它又突破了下面的趨勢線，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確定它是一輪空頭行情來了，接下來就要以做空為主了，所以這是很關鍵的。所以現在你看這個指標的背離我們已經看到了，只差突破，如果突破確認了，我們就可以說空头行情熊市來了。當然這個突破它有可能反抽回去，要假突破也有可能的，所以技術分析它核心就在這兒，不能給你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但是如果它反抽上去，你就要止損，就說明是假突破，你要止損。所以技術分析一定要跟你的操作手法要配合起来。這個是我們在大周線上，你看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多還是空不知道，現在就看這關鍵點位了，是吧？好，現在我們來看日線在這個上面的頂部上，你看它也是有背離的，這裡面就有一些比較關鍵的價位，比如說這個地方它就有一個支撐，都已經被突破了，突破了以後這個地方有一個反抽，抽到這根線，在它的壓制下面繼續往下探，說明它是被突破了。那你再看往下，更下面這兩個周期裡面1、2、3這3次觸及到的這個支撐線，它也被突破了，所以現在這個線的下方，所以在日線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前面是在往下突破的一種狀態，已經突破了，而且是有這個頂部背離的。剛才講的現在是一個關鍵點位，你看這個關鍵點位在前面也是有支撐的，這是一個成交密集區，所以這個點位如果突破，在周線上我们也看到向下突破，那你就很有可能這就是一個做空的时點。所以這樣關鍵點位的意思就在這兒，這樣周線和日線的基本的邏輯我們基本上就差不多吻合上了。那我們看再小的周期，比如說4小時，4小時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像是一個比較明確的通道，我們也可以把它畫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你在4小时的這個線上面，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阻力位，下面的支撐位也是非常明顯的，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在它下沿，那它可以觸及到它，如果它反身向上，可能就走好了，就開始回到前面的大周期裡面的上升通道上去。所以基本上你看各個不同的周期裡面，它都是相互驗證的，我們就可以去觀察這些核心的關鍵的價位，再來決定它這個趨勢會怎麼走。那麼1小時我們也是同樣這個可以去畫，你可以畫到一些通道上，我們然後再去看一些指標，是吧？你看原來的這個通道上被突破了以後，反抽到這一條，我們這個趨勢線再拉長一點，原來前面的走的這個通道就被突破了，反抽回去以後就發現反抽是假突破，再下來再反抽回去再下来，現在看起來這個小時線往下走的跡象比較明顯。你看在這個位置，現在的行情是處在中線的位置上，如果它往下突破中線往下走，有可能帶動更大周期往下走，就走出空頭行情。所以你大周期看趨勢，小周期去操作是看大做小，就這個意思。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地方有可能反身往上，在看小時線裡面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信號，大家看就是底部創新低了， MACD 出現了底部背離，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反身往上，所有的指標就都能走好，市場還在牛市裡面。那如果它沒有能走好，從中線往下走，小時線帶動4小時，帶動日線，帶動周線，然後往下走，往下突破，那可能就標誌着熊市來了。當然熊市来了，在更大的4年周期裡面看，來個熊市也是正常的，因為我們講這一輪牛市已經走了很久了，所以如果往下調也不奇怪。那如果它往上走好，圖表得到修復，那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做多信號。我們說現在其實是沒有結論的，是吧？這個就是我們對比特幣的價格走勢從不同的周期裡面去看，用我的技術分析的3個原則快速的過一下，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看看有沒有道理，是不是現在的目前的點位值得關注，是不是真的面臨方向性抉擇。再過一段時間以後，我們再來復盤，看看我們看的這些點位它是不是有參考價值。OK， 那我們就聊這麼多，下期再見。